今天最主要的內容就是要给大家展示這個 USDT 的一個動態壓力測試的一個模板。我承諾說我會給大家免費送這個源代碼，所以大家每一個人都可以拿回去測試一下。根據9月30號就是第3季的季報。USDT 它持有的資產儲備的情況，把它9月30號的數據輸進去，比如說當時的基準的黃金的價格、比特幣的價格全部輸進去保存。譬如說現在的比特幣的價格是9萬2，好，這樣我們就可以大概知道它現在公司的淨值是97億，比當時9月30號報告的時候是增加了14億，就說明公司比當時更安全了。如果是價格下跌了，會出現什麼情況？譬如說比特幣如果下跌30%。那麼它比特幣原來的市值是79.9億，就只剩下55.9億了。但是这个时候它依然是安全的，因為它90多億的市值，90多億的淨值呢，虧掉20多個億。我們假定黃金再跌30%，假定它的擔保貸款再損失一個20%。大家看一下，這個時候這公司就出大問題了 ，USDT 就會脫毛。所以我說，經過這個事情，我們就說。這個世界真的是一個大大的草台班子。我們測算一下，就是說，如果比特幣和黃金出現一個比較大的幅度的下跌，而它這個擔保貸款是不透明的，不知道它借給誰的。這個擔保貸款如果損失一個20%，那也不是不可能。如此一來的話 ，USDT 就會脫毛。而 USDT 是我們整個區塊鏈上的血液，所以它是極其重要的。所以這是我們今天最主要的要展示的東西。我們等一下會把前因後果給大家做一個解釋。今天我們要做一個什麼？就是對 USDT 做一個深度的盡職調查，系統性的風險分析。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手裡面拿的有 USDT？ 如果你手裡拿了有 USDT， 是不是會有擔心過 USDT 有可能脫毛？如果沒有擔心過，那我們今天的這個測試就是要告訴我們，其實這是非常值得我們擔心的一件事情。OK， Tether 就是 USDT 的公司，這家公司一年賺60億美金。但是它只有幾十個員工，所以它的人均產出吊打華爾街的傳統金融機構，像高盛、貝萊德這些大的投行和基金公司。Tether 就是一個離岸版的美元的央行。那我們說它到底是台印鈔機還是一龐氏騙局呢？現在它已經成為我們整個加密世界的一個血液。那如果它崩盤了，那對我們加密世界來說無法想象，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歷史上也發生過小範圍的脫毛，是吧？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給它做一個比較全面的盡職調查。核心的原因是標普最近對全世界最主要的12種穩定幣進行了評級。標普評級的時候，它評的這個概念，它是叫穩定幣的穩定性評級。按照這個評級，一共分為1、2、3、4、5級，1級是最好的，5級是最差的。目前它評的12個主要的穩定幣，沒有一個被評1級的。最好的就是 USDC， 也就是 Circle 發行的，它是基本上全部是美國的國債來支持的，所以它是最安全的。它的評級是2，而 USDT 被評了5級。5級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最低等。而且報告裡面非常清晰的寫了說，5級它還存在一些潛在的風險，但是因為5級是最低級，所以沒有下調的空間了，所以實際上給它評級是非常差的。我自己做了這個工具測試一下，我就知道這個 USDT 其實它真的是非常大的風險，隨時有可能原地爆炸的，所以非常可怕。我們很多時候我們說我們只盯着手裡的比特幣，看起來好像覺得價格暴漲暴跌很可怕，其實比特幣它不是雷，真正的雷是 USDT， 而 USDT 裡面最大的雷是什麼呢？不是比特幣的價格，也可能不是黃金的價格，而是它這個資產結構裡面有146億的擔保貸款，一共只有1000多億的資產規模，其中有146億是擔保貸款，這就很可怕了，因為它是不透明的，你不知道它是貸給了誰，這個背後的風險可能非常大。如果有30%拿不回來，你今天是不知道的，只有到它到期以後，你才知道它還不還，而什麼時候到期它也沒公布，所以它到期以後如果還不了，他還可以說我繼續展期給他，你也不知道，這個才是最可怕的。所以 USDT 不透明，這樣意義上講，如果你手裡有 USDT， 你想長期持有是非常可怕的。你如果一定要持，你最好是持 USDC， 相對说来要安全的多。這個是
最基本的背景。我們现在來看，首先 USDT 從一個早期的加密貨幣的初創的公司，就是 Tether， 演变成全球金融體系的事實上的離岸美元的央行，市值的增長呢，使它成為美國國債的重要買家。他買了1000多億的美国的國債，超過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央行。因此，在这個意義上講，改變了它的政治生存環境，因為美國在一定程度上要靠它買美債，規模很大。目前 Tether 是看起來是沒有問題的，是具有很強的償付能力和流動性。特別是它現在美元的利息高嘛，所以它每年高額的利息收入，包括比特幣和黃金升值的收益，每年給它帶來超過60億美元的利潤，為它提供了厚實的風險緩衝墊。但是它主要的風險點在哪裡？主要的風險點就是有這麼2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監管合規，全球2個最主要的市場，一個是歐盟，一個是美國。現在在歐盟和美國，它都不太合規。在歐盟，它基本上是受到密克法案的排擠。密克法案就是歐盟的加密貨幣監管法案。按照密克法案的話，你要在歐洲經營穩定幣，你必須在歐盟的其中的某一個國家註冊，然後還要滿足它的儲備條件。而 Tether 它是在哪裡註冊的呢？ Tether 最早是在中國香港註冊的，但是後來經歷了很多變遷，現在它的總部就是在對加密貨幣最友好的那個國家，叫薩爾瓦多。所以我們看到全世界最大的加密貨幣的穩定幣的廠商，其實它也不是在美國，不在歐盟，不在主要的经濟體，在薩爾瓦多。薩爾瓦多對加密貨幣是友好的，但是它是一個很小的國家，所以它的監管能力是不是足夠支撐 Tether 這樣的公司去發展，我們很難斷定，是吧？再說 Tether 将來按照美國的天才法案，如果它要在美國經營穩定幣的話，那它必須要滿足美国天才法案的要求，除非你不進入美國市场。所以事實上，它應該是受到薩爾瓦多和美國的雙重監管，但是目前來講，它還沒有走向美國合規的意思。第二個就是它的資產結構，它有20%多是風險資產，因為我們像 USDC， 它基本上全是美債，但是你像 USDT， 它只有70%多的美債，還有20%多全是風險資產。我們剛才那表裡列的，包括比特幣和黃金，還有146億的擔保貸款，這個非常可怕，不可想象。所以，如果真的各位理解了我剛才這個工具裡面的邏輯的話，你就理解我講的這句話，真是個草台班子。USDT 的脫錨只是個時間問題，遲早會發生。所以幣圈的腥風血雨，我們有一天會經歷的。那怎麼辦？我等一下後面會談我的認知。另外，對於地緣政治 ，USDT 現在它有一個非常好的優勢，就是它的主要的托管行也是它的合作夥伴，也是它的股權持有人之一，叫做 Cantor Fitzgerald。是华爾街的一個資產管理公司。那麼這個 Cantor 的 CEO 就是叫做羅特尼克，在川普第2任上台以後，羅特尼克出任了美國的商務部部長。那麼這樣的話，就使得 Tether 這家公司與美國的高層具有了天然的政治聯繫，因此 Tether 正在被美國監管機構招安，作為美元霸權在數字領域的延伸。所以 USDC 目前看起來呢，它的評級要比 USDT 高很多，但是在規模上 USDT 還是獨占鳌頭，擁有絕對的領先優勢。我們先來拆解 Tether 這家公司的架構和控制權，就是它的公司結構、公司治理。首先 Tether 這家公司的核心控制架構叫做 iFinex，iFinex 是它母公司，而 iFinex 下面有2個最主要的實體，一個就是 Tether 搞穩定幣，還有一個就是加密貨幣交易所，叫做 Bitfinex。Bitfinex 在交易所裡面不算是很頭部的交易所了。最早 Tether 被質疑不透明，導致 USDT 脫錨，原因就是跟它這個架構有關。因為大家發現這個交易所它可能挪用了 Tether 的保證金，因為他們是一個公司一家人，所以如果 Tether 要保證跟美元1比1锚定，它如果保證金被挪走了，像現在我們講的這個擔保貸款，說不定就是被交易所借走了。他借走了，他如果還不上，交易所經營不上，也就相當于挪用了。那這樣的話 ，USDT 就會爆雷。公司的涉及到的個體是什麼人？我們這裡叫缺有，就是3巨頭。核心人物是他的 CFO， 他是一個整形外科醫生出身的，被公認為是 Tether 的實際掌舵人。據報道，持有47%的股份。他的激進風格決定了公司的戰略方向。你要搞1比1的锚定，你怎麼敢拿這些錢去買那麼多比特幣和黃金呢？你跟微策略不一樣，微策略拿了股東錢，就是股東願意冒這個險的。
Tesla 的生命線就在於它的法幣通道，所以它背後的資產包括托管等等這一系列，就是跟傳統的華爾街要對接的。那麼目前 Cantor 掌管着 Tesla 絕大部分的國債，國債都是托管給他的。另外，他跟美國政界現在有深度的利益捆綁，因為 Cantor 本身他除了給他做托管業務以外，他還持有 Tesla 5%的股權，再加上2025年。重大的變量就是 Cantor 的 CEO 羅特尼克出任了美國商務部長，所以他現在是直接跟白宮建立了這個通道。Tesla 又買了這麼多的國債，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的話 ，Tesla 已經成為美國金融的一個重要玩家，也是美國財政部的一個左臂右膀。因此，美國監管要對它直接關停的這種概率已經被大幅降低。所以這個是第一個關於公司治理以及它的政治聯繫，我們叫政治護城河。第二階段，我們來拆解它的資產儲備。他請的這個審計公司不是我們通常講的四大，他請的是叫做 BDO Italia， 就是意大利的這個 BDO。BDO 是世界上第5大審計公司，我們中文一般把它叫德豪國際。德豪國際它跟前4大審計公司不一樣，前4大審計公司主要都是美國的。BDO 德豪它總部位於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而 Tesla 請的是他意大利的公司審計的，所以蠻有意思的。當然，作為第5大審計服務商，他的審計肯定也是值得信賴的。我相信他是不會造假的。但是這裡面有點奇怪，就是說你不請最大的，而且你只請一家，而且還請的是意大利的，那你為什麼不請前4大？為什麼不多請幾家公司交叉審計？現在 Tesla 顯然是有點店大欺客的意思，就是我這麼大，你們都要依賴我，所以我就請這個，你信與不信你都得用。我們現在所用的數据就是由德豪國際意大利公司審計的第3季度，也就是9月30號。按照他報告是截止到9月30號晚上11點59分，他用的比特幣的價格、黃金的價格都是那個時點的價格，那個點的價格我們在網上都可以直接拿到。這樣我們可以倒推他持有多少比特幣和黃金，我們就可以推這個價格變動多少，他就會虧多少錢。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我做的小工具的一個基本邏輯。首先，公司的宏觀賬本我們可以看一下，總資產是1812億，現在已經有變化了，因為是它會不停的鑄造或者贖回，根據市場需求。那9月30號它是1812億，我們現在是看它當時的數字。總負債是1744，負債是什麼東西？負債就是 USDT。因為我們從債負債表的角度講，就是你手裡持有的 USDT 隨時可以向 Tesla 公司申請拿美元，所以你手裡拿的 USDT 就相當於是 Tesla 向你發行的一個美元的債務憑證，所以這個對他來講是負債。那麼當時市場流通中的 USDT 大概就是1744億，而公司有資產1812億，這個中間的差額就是有個幾十億的差額，叫超額儲備。或者我們財務上講叫做股東權益，這股東權益是多少呢？是68億。這68億如果它不分紅的話，68億留在賬上，這個就是 USDT 的安全墊。也就是說，公司虧錢不能超過68億，一旦超過68億 ，USDT 就脫毛了。基本邏輯大概就是這樣。所以我們說這是 Tesla 的血條，只要資產單虧損不超過這個，它還是可以按1比1對付的。我們來看看它這個資產裡面到底都有些什麼東西。大家看，你看，國債占74%，現金及逆回購占3%，所以這兩個加在一起就是77%，加貨幣市場基金1%就78%。好，一共78%是屬於比較安全的資產，隨時可變現的。那麼下面這些全是風險資產，所以你看這公司的路子非常野。你看他都做了什麼事情 ？VC， 他居然去做風投。還有146億的擔保貸款，更別說黃金和比特幣。你說黃金是避險資產，還有點說頭；比特幣是什麼？高波動資產。我們普通老百姓拿比特幣心裡都很緊張，而他拿了5%的比特幣，所以過去比特幣這些年大漲嘛，所以 Tesla 就賺了很多錢，給他股東分了很多紅。但是如果市場大跌，也就會出麻煩。我們再看法律合規和地緣政治風險，這個講的就是歐盟和美國2個市場。因為這是2個最大的市場，其他市場影響不是很大。你像香港和新加坡、迪拜，這是目前整個加密貨幣市場都是監管对比較寬鬆的地方，這些地方都不會有太大的風險，而且對 Tesla 也不會有實質性衝擊。真正有衝擊的就是美國和歐盟。所以美國大概就是從清洗到招安。美國司法部 DOJ 曾經多次調查 Tesla 涉及到銀行欺詐和洗錢，特別是美國要對一些國家和地區進行
金融制裁的時候 ，USDT 在鏈上以前我們講它是很難跟蹤的，所以就會有大量的洗錢的問題。那 Tesla 的應對策略是什麼？就是主動充當鏈上警察，你說誰有問題我就配合你。所以現在 Tesla 的智能合約上有非常簡單的工具，凍結某個地址，我可以把你的地址把它封掉，就跟你銀行凍結你的銀行賬戶一樣，非常簡單。所以積極配合美國的 OFAC 叫做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凍結受制裁的地址，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就是它的凍結地址 USDT banned addresses 2617個地址，一共凍結了16個億的美元，就是幫美國政府凍結的。我們可以看到，從2017年以後，凍結的地址越來越多。當然，這個是基本上它是應美國和歐盟這主要經濟体執法部门的要求。所以一般的私人民事糾紛他不會凍結的，這些地址都在這兒都列舉了的，他主動配合你。另外，他還引入美國 FBI 聯邦調查局和美國特勤局的節點進入到他的系統，也就是說，他們可以直接進入到他的系統裡面去查看一些交易數據。所以 USDT 在這個意義上講的話，它不是那麼安全。你看2000多個地址都被凍結了，所以這也呼應了我前面有一期視頻裡面講這個隱私幣為什麼今年大受市場的歡迎。他現在在美國，現在他招安了，被招安的原因有這麼幾個。第一個就是他很配合，你看你要凍結誰，我也給你凍結。第二就是我買美國國債，我手裡這麼多錢，1000多億，75%買的是美國國債。第三，我跟華爾街合作，特別是你看現在美國商務部部長是他的合作夥伴，所以在美國基本上他現在已經招安了。但是長遠看，所以真正他也在美國長久生存，他必須像 USDC 一樣符合美國天災法案的要求。他應該是在往這個路上走，但是目前看起來他依然也路子很多，還是在買比特幣和黃金。你應該減持去吻合美國的監管要求，但現在看起來他是能拖就拖，其實這是很危險的，這是美國的情況。在歐洲是受到 MiCA 法案的合規的要求的擠壓，因為歐盟的 MiCA 法案要求穩定幣發行商必須獲得電子貨幣機構 EMI 牌照，並且對儲備金有嚴格的銀行存款比例的要求，就你要存在銀行，那目前顯然是不符合 MiCA 的標準。有一些交易所已經在歐洲開始限制 USDT 的交易，因为歐盟的監管很嚴的，你如果不按它的來，最後你這個交易所在這就沒法開展業務。所以現在歐盟很多的交易所都開始推廣 USDC 和 EURC。EURC 就是歐元穩定幣，這兩個幣都是 Circle 公司發行的，也是目前評級最高的、合規性最強的穩定幣。所以這麼看 USDT 如果不配合的話，它很有可能就失去歐洲的合規市場，只能做離岸。另外它還有一個就是所謂的影子銀行和反洗錢的風險，這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就是波場，就是孫宇晨的鏈。所以很多人就問這個波場到底安不安全呢？我給大家一個數據，差不多一半的 USDT 都是在孫哥的波場上，所以波場我們知道它是都是最野的，所以波場上有費率很低，所以被大量用於灰產，包括博彩和地下錢莊。如果美國司法部要動刀子的話，大概率不會直接去針對 Tesla 公司，很有可能是砍波場這條鏈。那如果你手裡有波場上的 USDT TRC20 的話，要小心，這種風險不知道哪一天會發生。我這裡是有 USDT 在波場和以太坊上的對比，大家看藍色的這條線就是 ERC20， 就是以太坊上的 USDT， 這個下面 TRC20 的紅色的線就是波場上的。所以大家看，在今年的6到8月份這3個月裡面，波場上的 USDT 一度超過以太坊，所以波場上差不多佔到 USDT 的1半的容量。我們平時大多數人，我們自己去轉賬的時候，1塊錢你肯定也願意用波場，對不對？但是如果你是持有波場上 USDT， 那就比持有以太坊上的 USDT 還要可怕。而持有以太坊上的 USDT 本身也不安全，真要持一定要持 USDC， 这是現在的一個情況。我們第4個方面就是鏈上的數據和資金流向。我們首先看就是最主要的2個鏈，就是2個平行的 USDT 世界，一個就是以太坊，一個就是波場。那麼以太坊上是機構首選，還有就是 DeFi 的生態使用的最廣泛的。它的特徵就是單筆金額比較大，流轉的頻次比較低，相對更合規。而波場主要是用來跨境支付，很多高通脹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一些比如說拉美的國家和一些非洲國家，老百姓之間互相的轉賬支付都是用波場的穩定幣。
因為它太方便太便宜了，所以波场应該說是發展的很好。交易量大，地址数量多，監管难度大，而且它不太去考慮合規的問题，相对出来就使得那些灰产這方面的東西比較多。大部分 USDT 是在交易所，因為交易所最主要的交易对都是跟 USDT， 所以 USDT 是中心化交易所的血液。这個意義上講，像幣安這種交易所的話，它是依賴 USDT 在生存的，所以交易所可能在很多時候它也會主動去維護 USDT 的市場份額。甚至有可能在遇到問題的時候，他們可能會願意去拯救他們，去幫忙。如果被封禁的地址和金額穩步上升，說明 Tether 正在積極向美國執法部門繳投名狀，這是利好的信號。但是它是辩證的，一方面它封的地址越多，你作為使用者的，你就發現它可以隨意封你的地址，你感覺就没有安全感，特別是對灰產，它就會比較麻煩。但是普通合法公民來講，那就發現這是利好的信號，說明他在配合監管，所以他就會更安全。我們現在就要講到第5個階段，就是歷史上它的掛鈎穩定性和流動性測試，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歷史上它是有多次小範圍脫錨的這種經歷，比如說2017年就有所謂的挪用資金案，導致它短暫脫錨，還有一個就是2022年有一個算法穩定幣 UST， 就是全道橫搞的那個東西 Luna。崩盤了，400億的市值瞬間歸零，對其他所有的穩定幣都造成了很大的衝擊，所以 USDT 在這個階段也受到很大衝擊。但是 USDT 怎麼處置的呢？所以這件事情處置的很完美，市場恐慌 USDT 歸零，投資者拋出 USDT， 所以它也出現了脫錨。這個時候 Tether 在48小時內處理了100億美元左右的法幣贖回請求。Tether 這家公司的USDT 是怎麼發行的呢？我簡單給大家介紹一下。理論上講，我們都可以把1美元交給 Tether， 他就在鏈上給你發1塊錢的穩定幣。但是它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的，你首先要做 KYC， 就是做身份認證，叫做 Know Your Customer。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去做 KYC 是要交錢的，150美金。所以如果你想做這件事情，有時候它可能給你帶來一些利益，當它脫錨的時候，你可以去套利。你如果通過認證了以後，你就可以在線上，在它的網站上隨時要求鑄造 USDT， 你就給他銀行打錢，他就給你鏈上鑄造對應的 USDT。相反，如果你覺得 USDT 不安全，你可以在鏈上發起贖回，給他的地址打 USDT， 然後他在銀行給你把錢轉回來。它是7×24小時，因為鏈上是不放假的。7×24小時是可以鑄造和贖回的，但是鏈上不放假，銀行要放假，所以實際上它是有時間限制的。在銀行下班的时候，你的鑄造和贖回請求是不能馬上完成的，要等到下一個工作日。所以這樣大家都覺得穩定幣要崩盤了，要脫鈎了，大家覺得很可怕，於是大家就在網上紛紛發起贖回請求。2022年48小時之內，有經過 KYC 的這些商家向他發出了100億美金的贖回請求，在這兒全部安全提供這個贖回服務，沒有任何違約，說明 Tether 的資產絕大部分確實是能變現的，而且他會履行承諾，所以大幅度提高了他的市場聲譽。另外，他有這樣一個機制，如果你是經過 KYC 的客戶，你可以贖回。現在如果 USDT 脫鈎了的話，對你來講就是個套利機會。假如 USDT 跌到9毛5，你就在市場上買它10個億，你買10個億只要9.5個億，然後你拿着這10個億的 USDT 就向它發起贖回10個億，你不就賺了5000萬嗎？所以如果它真的脫錨了，對這些人來講是一個套利的機會。當然了，這個套利也並非沒有風險，就是你向他去贖回，如果你發現贖回的人很多，結果他真的沒有那麼多錢了，你可能拿不回來。但理論上講，通過這個套利機制可以讓它回到1:1的比例，前提是整個市場對它的市值有沒有信心。這樣我們就講清楚了它的整個的一個運行邏輯。現在我們就要來談資產負債表的壓力測試。我們剛才在這個工具裡面，我們也給大家展示了最主要的風險資產，一個部分是比特幣，一個部分是黃金，還有一個部分是擔保貸款。所以我们在这工具裡面，比如說我點這個數據校準，我們就先可以去拿到它經過審計的年報裡。比如說現在我們拿到是9月30號的，9月30號它的 USDT 的負債一共是1744億 ，OK， 就是 USDT 的發行量。它報告的賬面的比特幣的價值是99億，黃金的價值是129億。根據它的報告，我們可以去查當天的黃金價格和比特幣的價格，我們就
把这個數據全部輸進來以後保存，就會倒推你持有多少黃金和持有多少比特幣。我們再根據現在價格，我可以在這裡一鍵點獲取實時價格，它可以去聯網用 API 去查價格，但是 API 有時候不穩定，所以你也可以手動輸入。譬如說我們現在知道比特幣價格、黃金的價格，那我們就知道，你看它的總權益當時是68億，現在99億了，因為這段時間黃金漲得比較厲害，比特幣是有所下跌，黃金漲了。現在我們做壓力測試去拖動這個條幅，如果比特幣下跌，它就開始虧錢，下跌15，它就虧12億。黃金如果下跌20%，你看這樣它就一共虧了45億，它有90多個億的淨值，虧了40多億，它還沒問題是吧？那如果這個貸款100多億的貸款，假定收不回來，40%收不回來，對銀行來講，不良貸款如果超過2%、3%，那就不得了了。超過5%，這銀行就破產了。但是 Tether 這家公司不一樣，它那個擔保貸款是不透明的，你不知道他借給誰的，所以這是一個雷區。你看，如果他有40%收不回來，脫毛了，所以這是非常可怕的。那我這個工具是動態的，為什麼是動態的？首先，第一，2個月以前他做的審計報告，我根據現在的價格，立馬就知道他現在離脫毛還有多遠。現在如果我假定他擔保貸款都能還，好吧，那比特幣下跌跌多少？黃金價格下跌跌多少，它就會脫毛。你看，我們算一下，如果他們都跌45，它就脫毛了。當然，你說跌45，當然是不大可能，我也相信。但是我給大家講的，這叫黑天鵝事件，概率是很小的，但是它有沒有可能發生？歷史上比特幣跌到80%的行情多了去了。如果你是幣圈的小萌新的話，你可能不知道這些歷史。一天跌掉50%，誰能保證比特幣未來不會出現這樣行情呢？沒有人可以保證。再說它還有這個雷是我們不知道的，這個小工具我已經更新到第4版了，我這裡是 Vision 4.1，將來我還可以再更新，因為 Tether 現在買了這麼多黃金，他買了100多億的黃金，那你說你買那麼多黃金幹嘛？ Tether 的老闆他是這麼講的，他說我要搞黃金穩定幣，理解了吧？所以我買了這麼多黃金，將來我發黃金穩定幣，所以我要開新的業務條線，這個已經開始搞了。但是現在規模很小，所以我現在沒考慮。一旦它的黃金穩定幣開始走上規模，我這個模型就要改。怎麼改？比如說我買了1000盎司的黃金，我發行了1000盎司的黄金穩定幣，這2個東西是1比1匹配的，一個資產一個負債，就把這個抵消，剩下的黃金才是 USDT 的抵押品。整個這些業務邏輯我們全部都講清楚以後，我們這工具就可以隨時更新，我可以隨時迭代新的版本，幫大家實時監控 USDT 到底會不會爆雷。第7個階段，盈利模式和最終研判。首先，我們說商業模式上來講，Tether 目前看起來是金融史上最高效的印钞機。我刚才講，它核心員工就幾十個人，一個季度就可以賺15到20億，一年可以賺這個60到90億。華爾街那些老投行都玩不過它，是吧？它是零成本負債，你做了 KYC， 把美元交給他，他就給你鑄造 USDT， 它是不需要給你付利息的。那麼資產端它持有一些美債就可以享受將近5%的無風險收益，但是就這樣他還不滿足，他覺得4%到5%的國債的收益太低了，我要買什麼風投，我要買黃金，我要買比特幣，所以這是一種暴利模式，但是它是非常高的風險。早期因為沒有競品，沒有競爭對手，沒有人玩得過它，但是現在有競爭對手了，我感覺到 USDT 未來會遇到來自 USDC 以及其他競品的巨大挑戰。那麼怎麼辦？這個是我們要考慮的。首先給投資者，我這裡有一些建議。第一個就是做資產配置，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我们知道以前有很多人為了避稅啊什麼的，他們在發工資的時候都用 USDT 的，知道嗎？這個東西作為支付手段是可以的，但你如果拿了這錢，你要囤起來 ，USDC 肯定比 USDT 要安全。如果你在交易所交易需要周轉的話，持有一些 USDT， 我認為風險並不是很大。但如果你長期持有的話，一定要拿 USDC。另外，各種穩定幣其實它都有它的風險，我們要隨時去監控它。所以我這裡列舉了一些監控 USDT 風險的儀表盤，一些關注點。譬如說，在這個 Curve 的資金池裡面的 USDT 的佔比，如果持續超過70%，表明市場在拋售 USDT， 因為大家都拋售 USDT， 這裡面 USDT 就會很多，就是危險信號，就說明市場上有聰明的錢，他們已經提前嗅到了市場的風險。譬如說的3種穩定幣，目前 USDT 佔比是24%， USDC 佔比是40%， DAI 抵押穩定幣是35%，
這個比較正常、比較健康的。那如果 USDT 的比例短期內大幅上升，超過40%，并且還在往上走，你就注意，說明市場上有一些聰明的錢，他們已經嗅覺很靈敏的感受到 USDT 的風險，他們在拋售，所以我們要監控這樣的東西。另外，要監控波場的鏈上發行，如果波場的鏈上 USDT 的量出現斷崖式下跌，很有可能就是美國司法部对波場系統進行打擊。如果你手裡持有波場的 USDT， 你要特別小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我們也得關注，盧特尼克如果離職了，不再做商務部長了，川普对他不滿意了，紅色警報，趕緊撤離，這都是很重要的。最後我再點評一下整個加密貨幣的生態，一共12個穩定幣被標普評級，大概是這麼個情況。Circle 它有2個幣，一個是 USDC， 一個是 EURC， 歐元穩定幣和美元穩定幣都評了2級，目前給的最高級，沒有給1級的。所有評2級的都是嚴格按監管要求，基本上就是100%的足額保證金都買的國債，它就理論上講沒有什麼風險。評5級的就是 USDT 了，還有 USDE。USDE 我以前講過，他做的這個事情，把它叫 Delta 對沖。比如說比特幣是10萬美元，你給他一個比特幣抵押，把它放在那兒，他給你發10萬美元的 USDE。比特幣如果跌了怎麼辦？他就把那個比特幣放到交易所去，用永續期貨合約給它做對冲。這樣的話，比特幣如果下跌了，它在交易所那個永續合約就會賺錢。這個東西安不安全？標普認為不安全，我也覺得有風險。風險在哪兒？如果比特幣大跌，你做 Delta 對冲嘛，你在交易所的空头投剩，你就会賺很多錢來彌補這邊的錢，對不對？現在有一個最大的風險叫做單一節點風險。你在交易所賺了幾百億，結果交易所破產了，請問你這個穩定幣還能穩定嗎？直接脫錨。所以我說世界是個草台班子，大家想想看，真可怕。交易所會不會垮台？ FTX 那麼大交易所說垮就垮了，硅谷銀行說垮就垮了， USDC 去年還脫錨了，你知道嗎？它是評2級的，什麼原因？因為 USDC 把美元存在硅谷银行，結果硅谷银行破產了，安不安全？不安全。好，那是最後再剩下一個問題 ，Circle 發行的 USDC 安不安全？目前評的最高級應該是安全的，但是長遠看它也有一個風險，什麼風險？美元霸權有沒有風險？也是有，當然這終極風險，這就說的有點遠了。但是你之所以相信比特幣，本質是因為你想逃離法幣，美元也是法幣嘛。如果我們對加密貨幣有些信仰的話，可能你對美元也是有懷疑的。那這個時候怎麼辦？終極解決方案就是少持穩定幣，不管他是誰。所以我個人的看法是什麼？就是建立 B 本位思維，而不是 U 本位。要建立 B 本位思維，就是你手裡有多少比特幣，有多少以太坊，而不要想着我手裡比特幣值多少美元，不要用美元給它计价。所以大家看 Michael Saylor 在微策略公司裡面，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叫 Bitcoin per share， 翻譯成中文我们把它叫做每股含幣量。所以你不要算它每股净資產，你要算它每一股的股票裡面含有多少比特幣，含有多少冲，這就叫 B 本位。所以如果你有了 B 本位，那你会發現你根本不用在乎它有多少錢，值多少美元，你在乎的是我值多少比特幣。這樣你有了這個思維以後，這些穩定幣將來脫不脫錨跟你都沒關係，這才是幣圈人士的終極解決方案。像 USDT 目前的這種資產結構，如果短期內它還往這個方向走的話，基本可以確定我們就會見到它爆雷。所以一點都不稀罕，就是你在金融市場上待的時間長了以後，你就知道這些事情，極端事件、黑天鵝它都是會發生的。好，我們先就聊這麼多，咱們下期再見，拜拜。